Hello，你好，今天我们要来深入聊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革，那就是乳房影像报告在过去10多年来最大的一次全面更新，2025年最新版的 BIRADS 指南。这次的更新啊，可以说是会彻底改变一份乳房影像报告是怎么被做出来，还有怎么被解读的。没错，你没听错哦。这就表示，下一次你或是你的家人朋友收到的那份乳房影像报告，它的内容跟格式很可能跟过去我们习惯的完全不一样了。这真的不是那种小小的微调而已，而是一次非常关键的演进，会直接影响到诊断的准确度，还有医生跟病人之间的沟通。好，那在接下来几分钟，我们会一步一步来拆解这次更新的5大核心，从图谱变成手册这个概念上的转变开始，然后是更严格的评估分级，再来是跟那些模糊不清的术语说拜拜，接着看新的影像技术怎么变成标准，最后是数据监控的下一步。好，我们马上来看第一个核心转变。这次更新啊，不只是改内容而已，而是整个框架从根本上都不一样了。这不只是换个名字这么简单哦。以前的版本我们叫它图谱 Atlas，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本厚厚的印刷出来的教科书，可能好几年才改版一次。但新版呢，改叫做手册 Manual， 它强调的是一个数位优先的概念，就像一个活的可以随时在线上更新的资源。这样当然就更有弹性，也更能跟上科技进步的脚步嘛。那这本新的数位手册带来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就是它建立了一套统一的系统，它把乳房摄影、超音波还有磁振造影的词汇全部整合起来，内容还扩充到超过900页跟900张高解析度的影像。这代表什么？就代表不管你今天做的是哪一种检查，报告的架构和用的词都会是一致的，这样就能大大减少不同科别或是不同医生在判读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的误解。接着我们来看这次更新对临床诊断到底有什么实际的影响。新版的指南对于评估分级的定义可以说是变得非常的严格，目的就是要让报告更清楚。举个例子好了，像是 BIRADS 0就是评估不完全，以前的报告可能就只会很模糊地说需要进一步检查，但现在不行了。现在医生必须要写得清清楚楚，到底是需要安排额外的影像评估，还是需要调阅以前的旧片子来做比对。你看，这样一来，不管是病人自己，还是后续要追踪的医生，都能马上知道为什么需要被召回检查。接下来这一点真的非常关键，可以说是一条新的安全铁则。认可可以用手亲自摸得到的肿块，绝对不能再被归类为 BIRADS 3。所以说 BIRADS 3，也就是可能为良性这个分类，现在多了2大项严格的限制。第一，就是我们刚刚提的，只要是摸得到的肿块就完全排除，它要么就必须升级到需要做切片的等级，要么就是要有很明确的良性政体才能降级。第二，医生不能只凭一次筛检的影像就给出3级的结论，一定要经过完整不诊断性评估之后才可以。这一切都是为了避免任何有疑虑的发现被延误追踪。而对于 BIRADS 6，也就是已经确诊是恶性的案例，新版也加入了一个很实用的2公分法则。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在一颗已知的癌症旁边2公分内又发现了新的长得很像的病灶，只要它不影响整体的治疗计划，那就可以直接合并在第6级的报告里，这样就不用为了这些小点点再去做一次非必要的切片，治疗流程也会更顺畅。好的，那下一个重点我们来聊聊影像描述用语的更新。新版的指南可以说是大刀阔斧地清理了很多以前那种模糊不清的词，也改变了乳房密度的评估方法。首先是乳房密度，以前是看整个乳房致密组织的比例来决定，但现在改采一种木桶理论的评估方式，也就是说现在是看那个最弱的一环。只要乳房里面有任何一个区域的密度高到有可能会把癌症遮蔽掉，那整个乳房的密度等级就必须以那个最致密的区域来判定。这是一种更谨慎也更能反映潜在风险的做法。在用语方面呢，新版指南也淘汰了很多很不精确、带有主观比喻的词。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就是以前会用食物来形容，叫做爆米花状钙化，
但现在统一改成更客观的描述性词汇，叫做粗大钙化。再举一个例子，像是乳汁性钙化这个词听起来就带有对成因的猜测，新版也把它改成只描述客观观察到的现象，叫做沉积状钙化。这些改变的核心精神其实很简单，就是让报告的语言更标准化、更科学，不要猜，只要描述你看到的。那在超音波方面也有3个重大的进展哦。第一是正式新增了非肿块病灶这个类别，让超音波也能够描述那些边界不太清楚的异常。第二，它规定在测量肿瘤大小的时候，必须把周围像光晕一样的高回音晕环也包含进去，这样才不会低估了肿瘤的范围。第3点很重要，它把高腺体组织成分列为一个风险指标，因为有研究显示，这类型的女性罹癌风险会增加 1.5 倍。至于磁振造影，也就是 MRI， 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它把焦点 focus 这个词完完全全的删掉了。以前这个词常常被用来描述那些小于5毫米又很难定性的微小显影，但这常常会造成大家过度追踪，还有不必要的焦虑。所以新版就要求医生必须更明确的把它归类，减少报告里的灰色地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新的科技是怎么样被正式纳入标准的。这次的更新很明确地把一项比较新的影像技术整合到 BIRADS 的核心系统里面了。以前我们说的核心影像家族成员就是乳房摄影、超音波跟 MRI 嘛。那现在呢，对比剂增强乳房摄影，也就是 CEM， 已经从过去的附属项目正式升格了，变成跟其他3者平起平坐的核心影像检查方法。为了因应这项新技术，指南还特别为 CEM 创造了一个专属的名词，叫做显影不对称。它专门用来描述那种只在单一投射角度才看得到的异常显影区域。你看，这就完美展现了整个系统是怎么样不断的在演进，来适应新科技所带来的各种独特发现。最后，我们把焦点从单一张报告转到更宏观的层面。这次更新加入了一项关键的新要求，这将会大幅改善整个医疗品质的监控，还有相关的研究。这个秘密武器就是一个新的必填栏位，叫做侦测方法，简称 MOD。它的要求很简单，就是报告上必须要记录下来每一例确诊的癌症，它最初是透过什么方式被发现的。比如说是例行性的筛检发现的，是临床症状，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做的 MRI？ 那记录这个到底要干嘛呢？你看，这就形成了一个很棒的品质改善循环。第一步，我们为每一个癌症案例记录下它的侦测方法。第二步，有了这些数据，医疗机构就能非常精准地去计算出不同检查方式的癌症检出率。第三步，就是根据这些真实世界的数据，回过头来优化我们的筛检政策跟医疗品质。这是一个很简单，但是却非常强大的回馈机制。好，我们快速总结一下今天解析的内容。2025年的 BI-RADS 更新有4大核心重点。第一，更严格的规则，提高了诊断的精准度。第二，统一的语言，减少了沟通上的混淆。第三，数位化的手册，拥抱了新科技跟未来。第四，更聪明的数据收集方式，将会驱动整体的医疗品质往前进步。最后，我想留一个问题给大家思考一下。当每一份影像报告都变得如此的结构化、数据化，这些高度标准化的资讯，不就等于是为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铺好了一条康庄大道吗？ AI 会不会成为乳癌诊断领域里医师旁边的下一个超级副驾驶呢？这真的非常值得我们期待。